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小透明诚意陈晓，书童逆袭成古装男神，谁还敢小瞧小人物？听说关注我的都发财了，想体验躺赢人生吗？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一起走向人生巅峰。或娱乐圈这地儿有时候真让人拍大腿。你想想看，当年在片场那个连句完整台词都憋不出来的小透明，如今居然能扛起古装剧的半壁江山，连陈晓都得在心里默默感叹一句：这小子真行。谁能想到呢？10几年前，当陈晓还在《王的女人》里意气风发地扮演男主，自带鼓风机特效时，他身边那个黑黑瘦瘦、土里土气的书童柴头，摇身一变成了万千少女心中的古装男神程毅。这魔幻现实主义的剧情，放电影里都得让人直呼太狗血。要是给这俩人拍个变形记，估计观众能笑到头掉。这故事得从11年前说起。那会儿，陈晓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于正力捧，资源好到飞起。你看他演欢喜婆婆俏媳妇国色天香，虽然都是小角色，可架不住那张俊俏脸蛋和在线演技，人气嗖嗖往上涨，就像坐上了火箭直奔月球。那会儿的程毅呢，刚从中戏毕业，一腔热血，却也带着点儿我该何去何从的迷茫，活脱脱一个刚出新手村的玩家。他不是那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天之骄子，家里没背景没人脉，就像娱乐圈这茫茫大海里的一叶扁舟，随时可能被一个浪头打翻。说白了，他就是我们身边那种没资源，全靠自己硬扛的打工人。还记得《王的女人》剧组，陈晓那是妥妥的男主角之一，走到哪儿都自带光环，仿佛自带 BGM。 程毅呢，就是剧组里最不起眼的那个小配角，给陈晓演书童的柴头，估计连剧组盒饭都得自己抢。我听说当时导演还嫌他外形不够好，差点就没要他。可这孩子轴硬是死乞白赖的求了个机会，简直是把死缠烂打4个字刻在了脸上。在片场，他就跟个小蜜蜂似的，永远忙前忙后，搬道具、整理衣服，啥活都抢着干。为啥？不就是想多混点经验，多看看别人怎么演戏吗？陈晓那会儿虽然是主演，也没啥架子，看到程毅这么拼命，偶尔也会指点他几句。或许那时的陈晓心里也隐约觉得，这小伙子虽然起点低，但身上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，将来肯定能成事儿瞧，这不就成了吗？人生这玩意儿，有时就是这么出人意料，比彩票中奖还刺激。可现实它往往比剧本残酷得多。拍完《王的女人》，陈晓的事业就像坐上了火箭，一路高歌猛进。宫锁珠帘里的19阿哥云喜让他小火了一把，紧接着《陆贞传奇》里的高湛直接把他送上了古装男神的宝座。那深情又隐忍的眼神，简直就是行走的荷尔蒙制造机。那几年，他几乎成了古装剧的收视密码，从《笑傲江湖》的林平之道，《神雕侠侣》的杨过，虽然有些角色造型偶尔会被群嘲，比如那泡面头杨过，但陈晓的演技始终在线，硬是扛住了各种压力。这哥们儿就是那种老天爷赏饭吃，自己还特别努力的典型，你说气不气人？反观程毅呢，那几年简直就是娱乐圈小蚂蚁的真实写照，每天都在卷生卷死。他不是没演过男主，2025年的电影《鬼爱》，2025年的《原谅我》，来不及爱你，2025年的女生宿舍。听名字你是不是就觉得有点小成本？没错，这些作品就像往平静的湖面扔了颗石子，水花都没溅起来就彻底沉了，连个响都没有。他就像一个在娱乐圈里默默耕耘的老黄牛，工资低得可怜，租房都得精打细算，
却从没想过放弃。每次拿到剧本，哪怕角色再小，他都会认真琢磨，好像那是一场决定他命运的大戏。有时候我都替他着急，这孩子是不是怀才不遇的典型啊？娱乐圈里这种怀才不遇的人多了去了，能熬出头的真是凤毛麟角，比中双色球头奖还难。但人生啊，就是这么奇妙，总有那么一个转折点等着你，就像游戏里的隐藏任务，触发了就起飞。程毅的转折点发生在2025年，那一年他接了青云志，演了个戏份还算多的林惊羽。要知道，这部剧可是众星云集的大制作，能在里面混个脸熟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毕竟神仙打架的地方，能蹭个边儿就不错了。为了演好林惊羽，他下了不少笨功夫。听说啊，他专门跑到道观里待了好几天，学道家礼仪，还苦练剑术，就为了把林惊羽身上那股子沉稳又有点孤傲的劲儿给拿捏住。当时剧组里有人觉得他太较真，简直是戏疯子，可他偏不听，硬是把自己活成了林惊羽。结果呢？剧播出后，林惊羽这个角色真的被他演活了，甚至还拿了个互联网年度新锐人物的奖。虽然离红还远着呢，但至少他终于在观众心里有了个名字，不再是那个只被叫柴头的小书童了。这就像是长跑运动员终于跑进了第一梯队，看见了胜利的曙光，离出道即巅峰只差一个琉璃的距离。有了青云志的铺垫，程毅的演艺之路开始变得柳暗花明，就像开了外挂。2025年的《盗墓笔记》网剧版，他演了张起灵。虽然是网剧，但小哥这个 IP 本身就自带流量，帮他又攒了一波人气，圈粉无数。2025年香蜜沉沉烬如霜爆火，他演了个小配角刘英，虽然戏份不多，但剧的热度直接把他带上了顺风车，仿佛搭上了春运的火车，一票难求。2025年，他接了《怒海潜沙》和《秦岭神树》里的吴邪，再次在盗墓坟里刷了一波存在感。这几年，他就像个戏痴，不挑角色，不挑制作，只要有戏拍，就一头扎进去，不断尝试，不断积累，简直就是个剧组打工人。这种厚积薄发的劲儿，娱乐圈里能坚持下来的真没几个，大部分人早就被磨平了棱角，换行去送外卖了。所以说，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时间和沉淀，更需要一股老子就是不信邪的劲儿。真正让程毅一飞冲天的，还的是2025年的《琉璃》，简直是王炸级别的。这部剧就像是为他量身打造的逆袭剧本，直接把柴头逆袭成了战神。他演的男主雨丝凤，从一开始的冷傲清高，到后来的深情守护，把一个美强惨的角色演得淋漓尽致，观众直呼太好哭。我可没瞎说啊，当时那剧组的拍摄条件是真的苦，据说他拍武打戏经常挂彩，膝盖和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是常态，简直就是活体沙袋。有一次吊威亚，他直接摔下来，膝盖磕在石头上，疼得直冒冷汗，可他硬是咬牙坚持，就怕耽误了剧组进度。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，简直是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，谁看了不说一句瑞丝败。琉璃播出后，收视率蹭蹭往上涨，雨丝凤这个角色直接把他送上了古装顶流的宝座，简直是一夜爆红的典范。想想看，这就像你辛辛苦苦埋头苦读10几年，终于在高考金榜题名，从此人生开挂，那感觉一个字爽。琉璃之后，程毅的演艺事业彻底开了挂，资源接到手软，比双11抢购还火爆。2025年6月，《长安诺》里的深情皇帝让他继续巩固了人气，粉丝直呼我可以。2025年，《与君歌》里的齐燕，造型和演技都让人眼前一亮，粉丝又涨了一波，简直是粉丝收割机。到了2025年，沉香如屑和沉香重华2部仙侠大剧，他搭档杨紫，
那 CP 感简直爆棚，网上讨论度居高不下，直接把话题度拉满。而2025年的莲花楼更是让他彻底坐稳了古装顶流的位子，无人撼动。他在里面演的李莲花，眼神里的那种深情和落寞，简直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巴，让人直呼李莲花是我老公。拍这部戏，他又是各种受伤，甚至还住过院，可他硬是躺在病床上，还在背台词。这种不要命的拼劲儿，谁看了不说一句 respect？ 你说这小伙子能不火吗？简直是拿生命在演戏。再回头看看陈晓，他那10几年走的那叫一个顺风顺水，仿佛是拿了主角剧本。他起点不低，家境优渥，考上中戏，毕业就签了华谊兄弟，简直是人生赢家配置。2025年，徐克的电影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里演了个小角色，能跟大导演合作，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啊！他就像娱乐圈里的一棵常青树，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每次出场都自带光环。2025年的那年花开月正圆，他演的沈星移，一个纨绔子弟被他演出了层次感，观众很买账，纷纷表示沈星移是白月光。到了2025年，和刘亦菲搭档的《梦华录》更是火爆全网，他的古装扮相和演技再次被夸上天，还拿了个最佳古装男演员奖，简直是帅出天际。2025年转型演悬疑剧《尘封13载》里的老刑警，也成功收获了口碑，演技炸裂。2025年小日子里的接地气丈夫，他又把烟火气拿捏得死死的，让人感觉这不就是我身边的人吗？这种戏路宽广，不断挑战自我的精神，也挺让人佩服的。毕竟能把偶像包袱扔掉的演员，才是真演员。你看这俩人，一个是被命运眷顾的天选之子，一出道就自带光环，仿佛人生开了挂；一个是从泥泞里一步步爬出来的逆袭王者，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辛，简直是励志天花板。他们的交集，在《王的女人》里昙花一现，然后各自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，就像两条平行线，偶尔交叉又各自远去。陈晓就像是一艘豪华游轮，一出发就目标明确，航线平稳，沿途风景无限，一路乘风破浪。而程毅呢，更像一艘小小的帆船，起初在风雨里飘摇，随时可能倾覆，却凭借着一股韧劲和对表演的热爱，硬是逆风翻盘，最终也驶入了宽阔的大海。这不就是人生百态吗？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只是走的路不一样，看到的风景也不尽相同，但最终都能达到顶峰，简直是殊途同归的最佳诠释。我记得2025年在某个颁奖礼上，他们俩又碰上了。那会儿程毅凭《莲花楼》火得一塌糊涂，上台领奖时那叫一个底气十足，仿佛自带王者气场。陈晓在台下看着，我猜啊，他心里肯定也挺感慨的。当年那个跟在他身边，连台词都说不利索的小书童，如今竟然能跟他并驾齐驱，甚至在古装领域隐隐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，简直是逆袭范本。活动后台，两人还聊了几句，据说关系挺融洽的。陈晓后来在采访里也提过，程毅这人特别能吃苦，当年就看得出他有股不服输的劲儿，现在能走到这步，一点不意外。这话听着是不是有点英雄惜英雄的意味？想想看，这不就是一种良性竞争吗？互相成就，共同进步，这比那些娱乐圈的撕 X 大戏可带劲多了，简直是娱乐圈清流。娱乐圈里这种前后差距的故事多了去了，有人出道即巅峰，然后高开低走，比如像当年的某些流量小生，红得快去得也快，仿佛坐了过山车；有人默默无闻10几年，突然一夜爆红，程毅就是最好的例子，简直是打工人逆袭。陈晓和程毅的故事就像是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缩影。陈晓的成功
得益于天赋、颜值、资源和努力，他的路子很顺，但也不乏自我突破和转型。而程毅呢，则是草根逆袭的最佳代言人。他没背景，没人捧，全靠着一股子死磕的精神和对表演的纯粹热爱，硬是在残酷的娱乐圈里杀出了一条血路。这不禁让人思考，在看脸、看背景的娱乐圈，努力和坚持到底有多重要？或者说，天赋和努力到底哪个才是决定性因素？这简直是哲学大拷问。所以你看，这俩人之间根本没什么谁高谁低的争论，更没有什么王不见王的塑料情谊，反倒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，就像武林高手间的华山论剑。程毅说过，陈晓当年给了他不少鼓励，他一直挺感激的。这种良性竞争、互相成就的故事，不比那些撕 X 的八卦来得更带劲吗？娱乐圈嘛，有时候就是个大染缸，有人为了争抢资源撕破脸皮，有人却能保持初心，互相欣赏，这才是真高级玩家。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能在这个圈子里看到各种各样的故事，有励志的，有狗血的，也有像陈晓和程毅这样让人看了会心一笑的，简直是人间百态图。未来啊，谁知道这俩古装男神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？娱乐圈就是这样，你永远猜不到下一个爆红的会是谁，也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神仙打架的局面会出现在哪里，简直是悬念拉满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只要他们还在认真演戏，还在为观众带来好作品，那我们作为看客就继续搬好小板凳，坐等好戏上演吧。